大家好，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百米清水。亲爱的观众，收听今天的分享，你的形象正在影响你的收入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第一印象决定了一段感情的发展。如果一个人邋里邋遢，就会遭人反感，说话比较粗俗，没有分寸感，更容易让人心生厌恶。相反，如果第一印象特别亲切和蔼，那么可能会加速两个人之间的靠近，或者快速达成两个人之间的合作。一个人的形象能体现他的综合素养。画家吴冠中说，人的生活经历往往烙印在外貌上。脾气差的人脸上常常会带着烦躁的表情，以至于他在与人交往时时常眉头紧皱，眼露凶光。和气的人嘴角眉梢总会带有浅浅的笑意，令人很容易想要靠近他。你知道吗？在当今社会，你的形象正在影响你的收入。你所说的话体现你的修养。人与人之间相处，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可靠，是否值得合作。很多人其实都会考察他是否是一个有修养的人。判断一个人是否有修养，听他说话就可以了。如果一个人在与他人交谈时，总是能把握分寸感，并且体现出他的修养，那么他外在的形象就会在别人的心目中加分。歌德说，一个人的礼貌就是一面照出他肖像的镜子。如果在与他人交谈时总是口无遮拦，便会在不经意间得罪很多人，无法经营更好的人脉关系，也会让事业发展的道路越来越窄。有修养的人说话很有内涵，即便他的穿着很朴素，也会让人与他相处得十分愉快。在维护外在的形象中，嘴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学会好好说话，学会得体的说话，就是有修养的表现。想要维护好自己的形象，请管住自己的嘴，好好说话。人生在世，时刻保持自己有一个好的形象，才会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。你的面容藏着你的人品，一个人内心真实的样子会展现在脸上。戏剧中表现一个人的性格，会用不同的油彩，是忠是奸，是善是恶，是丑是美，往往看脸谱就会明白。在生活中，如若想要判断一个人的人品是否可靠，不需要试探，只需要看看他的面容。人品不可靠的人，他的脸上常常呈现出一副充满算计或者占他人小便宜的表情。失去利益时，便会变得面目可憎。在与他人相处时，常常表现出一副爱炫耀、爱攀比的样子，从骨子里透着一种自负，似乎瞧谁都不顺眼。真正人品可靠的人，喜欢微笑，真诚待人。斯提德说，微笑无需成本，却创造出许多价值。值得交往的人，面相和睦，言语真诚，外表也总是让人觉得十分的亲切。而人品不可靠的人，总让人觉得他十分的浮夸、虚伪，又或者不成熟。一个人的内在都会反映在他的面容上。人生路上，修己先修心，才是智者。你的穿着有时是一块敲门砖。一个人管理自己的形象，离不开穿着打扮。在人与人之间交往，第一印象的好坏往往是由穿着打扮决定的。在电视剧《30而已》中，有这样一个桥段，顾佳想要进入富太太的圈子，却一直被他们瞧不起。后来他想尽办法，在王曼妮的帮助下买到了一个名牌包，这成为了进入富太太圈的关键。很多人会根据对方的穿着打扮去判断他的品味、经济实力，甚至判断他是否有足够高的层次，与之产生合作关系。在生活中，穿得邋里邋遢的人很难进入高层次的富贵圈子。从穿着上可以体现一个人的品味、素质和涵养。越有品味、
素养和涵养的人穿着往往越不简单。高品位的人在穿着时会讲究自己穿着的搭配、色调，以及展现自我沉稳与低调。一个人怎么穿着，他就会身处在什么样的圈子中。人与人之间交往，恰当的穿着是尊重自己，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表现。得体穿着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。在人与人的交往中，看一个人的面部表情，就能知道他内心是怎样的态度。人的容貌虽然不可改变，但一个人所表现出的气度是后天养成的。人生在世，请管理好你的形象，无论外在还是内在，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。一个人只有内外兼修，才能让自己外在的气质变得芬芳。做好形象管理，成熟稳重，言谈有理，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，便有可能会扩宽自己的人生道路。即使相貌并不出众，也可以通过适当的着装，让自己优雅得体，大方自然。好的形象能让你与周围的人更容易拉近距离，让他人发现你的才能，发挥出更大的价值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。